嗨，大家好，我是阿贵，欢迎再回到速户3C 团。有没有发现我的衣服跟前一支影片一样？没错，我们这是预录的，因为重点呢是在这一支影片要来跟非常多厂商的手机 PK 他们的拍照样张。开始之前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次要比较的对象。这次呢接受挑战的是新出的 iPhone 12 mini， 还有 iPhone 12 Pro Max。挑战者们分别有 Google Pixel 5、Samsung Galaxy Note 20 Ultra、Sony Xperia 5 Mark II、iPhone 11 Pro Max、iPhone 11这些手机，所以你就知道今天这一支影片的样张会满满的。那我们就从规格开始说起啦。开始之前，别忘了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我们第一手通知哦。iPhone 12 mini 它是5.4寸的萤幕，整体具备 IP68 的水准，而且这一次 iPhone 12系列全部都支援 IP68， 处理器不用多说，就是新一代5奈米的 A14 晶片，支援新的自家的无线快充功能是 MagSafe， 可以到15瓦的充电。iPhone 12 mini 这一次的重量呢，5G 手机里面最轻的一支，它只有133公克，真的是轻到一点恐怖。iPhone 12 Pro Max 它是6.7寸，就是 iPhone 里面目前最大的萤幕。这一次所有的 iPhone 12系列，它的萤幕的亮度都可以最大来到1200尼特，也是比过去所有的 iPhone 系列来到更大的亮度。讲完了简易规格，接下来讲讲重要的镜头。iPhone 12 mini 的镜头比较简单，前后加起来就是3颗。分别是1200万画素 f2.4 的超广角镜头，以及1200万画素 f1.6 的主镜头。正面的自拍镜头呢是1200万画素 f2.2。但 iPhone 12 Pro Max 就比较复杂，它有1200万画素 f2.4 的超广角镜头，1200万画素 f1.6。而且是使用新的感光元件的主镜头。接下来1200万画素 f2.2 的变焦镜头，这边镜头一样是1200万画素 f2.2 的自拍镜头啦。我们可以把时间交给5块啦。首先我们要征求晴天属性的 model， 不然每次要去拍样张就下雨，下雨画质就很油画，像现在这样。第一组是日拍主镜头，由 iPhone 12 Pro Max 对比 iPhone 11 Pro Max 和 Pixel 5。在白平衡的部分 ，iPhone 都偏暖 ，Pixel 5偏冷。以拍照色准来说 ，Pixel 5的颜色比较准确。天空 HDR，iPhone 12 Pro Max 的对比度比较好。放大来看 ，iPhone 的亮度比较亮，细节上三者都有些微的差异。iPhone 11 Pro Max 稍微有一点点优化，细节对比 Pixel 5虽然都有做到，但是画质和亮度的平衡由 iPhone 12 Pro Max 稍微胜出。再来跟 Note 20 Ultra 和 Xperia 5 Mark II 这边整体 HDR 对比 ，iPhone 12 Pro Max 蛮明显有用点力，白平衡 Xperia 5 Mark II 偏冷蛮多的。放大来看 Note 20 Ultra 的细节锐度胜出。接着看横跨中阶和高阶机种的 iPhone 12 mini， 对比 iPhone 11和 Xperia 5 Mark II， 白平衡就可以明显看出 iPhone 12 mini 和 iPhone 11几乎一样，天空 HDR 效果也是新款 iPhone 12 mini 小赢。第二组日拍主镜头，看得出来现在新款 iPhone 12系列4支的成像颜色都偏黄，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遗憾的，因为我比较喜欢 iPhone 11 Pro Max 的颜色。Pixel 5的对比度比较高，但是 HDR 效果 iPhone 还是比较平衡。放大来看 iPhone 12 Pro Max 的细节和亮度小胜。接着可以看到 Xperia 5 Mark II 因为白平衡的关系，画面显得蛮干净的。放大来看 Note 20 Ultra 应该是三者颜色最符合眼睛所见，不过锐利度和细节的呈现 iPhone 12 Pro Max 就稍微好一些。再来中高阶对决，三者都有不错的表现 ，HDR 只有2支 iPhone 胜出，细节锐利度也是3支都不错。再来是日拍长焦镜头第一组，我们先来看2倍的比较 ，iPhone 11 Pro Max 偏暖的情况比较严重 ，Pixel 5的整体锐利度比较高 ，iPhone 12 Pro Max 换成2.5倍之后 ，HDR 的效果明显好蛮多的，对比度和锐利度就出现明显的差距。下个对比 Xperia 5 Mark II 和 Note 20 Ultra 白平衡就偏冷蛮多的 ，HDR 效果 iPhone 12 Pro Max 胜出，中高阶组 iPhone 12 mini 的 HDR 细节胜出，星星背后树叶的锐利度比较高，但放大看就看得出来为什么 Sony Xperia 5 Mark II 会是旗舰机，细节和另外2支 iPhone 用数位变焦的差异很大，这边由 Xperia 5 Mark II 大胜。日拍长焦镜头第二组 ，iPhone 的亮度比较高一些，放大之后 iPhone 12 Pro Max 的优势很明显，锐利度和细节清晰度对比 Pixel 5和 iPhone 11 Pro Max 都好蛮多的。下一组 iPhone 12 Pro Max 和 Xperia 5的细节锐利度都蛮清晰的。Note 20 Ultra 2倍的成像毕竟是数位变焦，改成5倍的话就直接碾压另外2支，可以拍到月亮的神送 Note 20 Ultra 长焦镜头还是太强了。
中高阶组结果还是一样有长焦镜头 SPI5 Mark II 碾压，而且在放大之后，甚至 iPhone 12 mini 的锐利度细节还输给 iPhone 11。再来是日拍超广角第一组，有趣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的摆平衡在超广角蛮准确的，对比 iPhone 11 Pro Max 的偏暖情况，我蛮满意的。广度上 iPhone 比较广，变形抑制的效果都表现得很好，亮度上 iPhone 都还不错 ，Pixel 5就稍微偏暗。接下来除了 SPI5 Mark II 的白平衡真的很日系之外，这边 Note 20 Ultra 和 iPhone 12 Pro Max 比较 ，Note 20 Ultra 的白平衡就再更准确一些，广度也是 Note 20 Ultra 再更广一些。中高阶组也跟前面情况一样，看来这是 iPhone 12的超广角镜头，白平衡都蛮不错的，广度和变形抑制三支都旗鼓相当。日拍超广角第二组 ，iPhone HDR 和亮度都小胜，广度也比较广一些。虽然我觉得 Note 20 Ultra 在广角的比较下算是赢家。广度、亮度、白平衡都表现得很好。中高阶组只看相机来说，我觉得 iPhone 11真的不错，在价格的考量下 ，CP 值颇高，广度和 HDR 我都蛮喜欢的。那手机也蛮常拍人像，我们就来看看日间肖像模式的效果如何吧。一开始以虚化效果来看，我觉得三支都有到不错的水准。亮度和人像打光的部分一直是 iPhone 很强的技术，但蛮吃距离和是否成功使用人像光线。这边 iPhone 11 Pro Max 算是效果比较好一些。也跟观众说一下，我们在肖像模式中 ，Pixel 5是让它自动开启人像打光的，每一支都有侦测到人像后直接按拍照键，没有再多调整对焦点。再来这个场景也是少有逆光，这个比较我觉得 Note 20 Ultra 有做到人物的深度光线变化。不像 iPhone 这么平面化的感觉，我蛮喜欢的。中高阶组的比较 ，iPhone 12 mini 最为突出，亮度和虚化的效果都还蛮好看的，只是边缘让发丝都消失，稍微有点不自然。反而 SPI5 Mark II 的发丝算是虚化的效果中最自然的，头发的发丝也不会因为人像光线的关系被抹平。大家很想看的夜拍来啦！不过第一组夜拍主镜头这边也说明一下，拍摄都有相机自动判断是否开启夜景，所以出现夜拍王者 Pixel 5还是会小小的碾压过去。在锐利度上 ，iPhone 12 Pro Max 会比 iPhone 11 Pro Max 来得好一些。在没有启动夜景的情况下，亮度就没有 Pixel 5长曝光亮了。在纯净度和细节不用放大也看得出来，这一组目前 Pixel 5大胜。再来是有启动夜景的 Note 20 Ultra， 纯净度和锐利度的细节都蛮不错的。那我们就直接再多比个 Pixel 5。放大来看 ，Note 20 Ultra 的细节锐利度比较好，但是高光抑制也同样是 Pixel 5比较强。中高阶组三支都有开到一下下长曝，所以三张的效果都不错。我们放大来看，锐利度 iPhone 12 mini 稍微小胜，高光抑制反而是 iPhone 11好一些。第二组夜拍主镜头，三张的纯净度都不错，现场站的地方其实是偏暗的。放大来看，锐利度 iPhone 12 Pro Max 稍微好一些，但是高光抑制还是 Pixel 5胜利。不过可以看出有长曝，三支手机的差距并不大。再来 Note 20 Ultra 和 SPI5 Mark II 的纯净度都还不错 ，Note 20 Ultra 的噪点也相对少，高光抑制的效果三支表现差不多。中高阶组这边在纯净度和噪点 ，SPI5 Mark II 小胜，不过在高光抑制反而是 iPhone 11稍微好一些。下一个夜拍长焦第一组，前面看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认为 iPhone 11 Pro Max 也没有比较差，不，这从之前 iPhone 12影片就有说过 ，iPhone 12系列每个镜头都可以开启夜景，所以这一组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差异。不过在 Pixel 5面前，亮度、纯净度、高光抑制还是稍微有点差距，即使切换到 2.5 倍，也必须暂时屈服在演算法之下。再来的样张，我认为当时 SPI5 Mark II 应该是没有正确的辨识出场景就按下快门，但是我的拍摄方式不管哪一只手机都是一致的，采取相机自动对焦并且取好景就按下快门的方式。这一组来看 Note 20 Ultra 的亮度、纯净度、锐利度都表现得很好，但是三只手机的焦距都不太一样。我们把 Note 20 Ultra 改成5倍，虽然说锐利度和亮度都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噪点相对多。中高阶组 iPhone 12 mini 的优势就比较明显，锐利度、纯净度和高光抑制，在有开启夜景的情况下都表现得不错。夜拍长焦第二组，白平衡上没有启动夜景的 iPhone 11 Pro Max， 颜色上比较符合我想拍的颜色，而且在高光抑制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在夜景亮度够的情况下，我反而比较喜欢这一组 iPhone 11 Pro Max 的效果。再来三张比较下来，颜色都有明显的差异。当下的场景颜色复杂，能够正确反映颜色并不容易。这边我觉得 iPhone 12 Pro Max 是比较准确的，但在高光抑制的部分 ，SPI5 Mark II 和 Note 20 Ultra 都小胜 iPhone。中高阶组 SPI5 Mark II 依然优于其他两支，在纯净度、细节、高光抑制都有不错的表现。接着超广角，因为场景灯蛮多的，但还是受惠于夜景模式。iPhone 12 Pro Max 和 Pixel 5的锐利度和纯净度都比较好，而高光抑制上 Pixel 5略胜一筹。再来 Note 20 Ultra 和 SPI5 Mark II 在这个场景表现都不错。中高阶组 iPhone 11没有夜景模式，画面明显是比较差一些。以锐利度和画面的纯净度上 ，SPI5 Mark II 会好一些，而 iPhone 12 mini 会在高光抑制效果占优。
最后来看夜间的肖像模式，在满是霓虹灯的场景拍摄肖像，3支都可以轻松拍出灯圈的背景。人像效果最好的则是 iPhone 12 Pro Max， 亮度和模糊的效果处理的最自然。但是拍人像一定不能不提 Note 20 Ultra。美肌之外，处理背景模糊，人脸的深度和亮度都很有水准。只是美肌和人物的拍摄效果的喜好蛮见仁见智的。中高阶组也是同样 iPhone 12 mini 处理的比较好，人物的光线和颜色都算准确，不过光斑的产生，反而 S85 Mark II 比较找不到痕迹。iPhone 就还蛮明显很多亮点在人物身上。以上就是7支手机的拍照测评啦，我们把画面还给阿贵。辛苦5块了，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大的工程，堪称我们的样张比较代表作。各位看完了上面所有的样张比较，觉得哪一支比较优秀呢？另外，除了问这个问题之外，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哪一支比较适合在新北耶诞城出现？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间，在这个上片的时间，新北耶诞城应该已经开幕了，因为它的开幕时间是11月13号正式开城。那新北耶诞城适合的手机到底是哪一支？请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支非常巨作的拍照样张大比较。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还有 Facebook 粉专科技网站，我们还有虾皮卖场。想要聊天有 Telegram。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未来还有什么希望的东西，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其实你们要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会尽可能的回复各位。我是阿贵，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